当下是高海明和林欢儿，这是你们第一次见面，你们会怎么跟对方介绍自己？我是乐涛的高海明。我不知道，我的身材很曼妙。大概是这种感觉吧。就很细腻。剧里面林欢儿她其实是带着任务去攻略高海明嘛，在你们看来，在这段感情当中，有没有哪个瞬间，或者是因为哪件事情，让两个人从套路慢慢走到真心这一步的？因为其实林欢儿一开始把这个事情想得非常的简单，她又是急于想速成，快点攻略成功，所以她就采取了一些她自认为的就是手段，其实被这个高海明一眼就识破了。人家其实还是很聪明很有脑子的，所以就是发现套路是一点用都没有的，于是就开始真正的跟这个就是用真心，对，怎么才可以呢？用真心用真心就可以吗？然后发现用真心就会反而让高海明看到了欢儿的另一面，让他觉得这个人很不一样，不像是在这个时代会出现的一个样子啊。先问一下金旭老师吧，从钱恒到严拓、肖志宇，再到这次高海明，每个角色都或多或少有一点霸总的特质在里面。你觉得就这次高海明1999年的霸总，在表演上有没有跟之前做一些区分？人物上面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因为他有年代背景，再加上他是书里的人物，他是比较有标签化的，所以他已经是完全跟我们正常我之前的那些所谓霸总角色，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我觉得是有个过程，就是一开始那个高海明可能像是书中那个刻板的2D 人物扁平的人物霸总人设，但实际从林欢儿穿进去之后，他就开始就是类似于 NPC 觉醒，他就开始变得不那么扁平。他一旦有意识了就不一样了。他虽然是在书中，但也是他自己完整的人生，挺有人格魅力的。另外我真的不觉得高海明霸总，你觉得他霸总吗？书中对他的定义是这个样子。那其实是从一开始欢儿刻板印象的觉得他是一个霸总，是跟他相处之后发现高海明还没那么霸总。第一，他不霸道，因为很多霸道的事情都是欢儿在做，欢儿在主动在进攻。然后后面发现高海明是一个很细心很温柔的暖男形象，他很绅士，很为欢儿着想，很贴心，甚至在感情中是有点羞涩的部分。你觉得高海明跟陈星旭本人哪个更霸总一点？这怎么比啊？星旭他霸总的地方分领域，他大部分时候是不霸总的，但如果涉及到他的专业领域，你说呢？我没有霸总，我不承认啊，我不承认这件事情。他只是对他喜欢的事情很研究的钻研很深。我比较喜欢这些一些小众的事情，他会把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极致，对，要研究的更深一些。他对他的爱好很霸道，比如最开始研究咖啡，然后研究射箭，是吧？然后把这个射箭和咖啡都钻研的很深，相对比较深吧。最近有研究上那个滑雪，但生活上无所谓，你要问他吃啥喝啥都随便了。高海明他最终选择相信并且陪伴林欢儿嘛，哪怕知道他可能随时会消失。想问一下星旭老师，你认同这种明知道结局但是仍然决定全力去爱的这么一个爱情观？我很认同，我觉得高海明这件事情做得很对，因为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依然会去这么选择，因为爱这件事情，或者说喜欢这件事情，跟着心走这件事情，你没有办法去违背它，没有办法改变它这个结局，就只能说过好当下，活好当下。林欢儿她一开始也是把爱情当成一个任务嘛，后来为了爱放弃了回到现实的这么一个机会。想问一下玉文老师，你会相信就是为一个人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这件事吗？你觉得它是浪漫的事，还是很危险的一件事？危险，这不浪漫。我是觉得，首先因为这是偶像剧，欢儿为了爱情选择，但是他也没有最后也没有说是为了爱情选择不回去，他还是回去了。就是怎么说呢？首先一开始欢儿为什么不成功呢？因为他林欢儿这个角色，他等于是自认为这个阅历丰富，看了很多书，看了很多案例，帮人分析了很多这个感情上的事情，他自己觉得好像他不相信爱情，他不相信真的有人会为了另一个人去付出这个事情。然后直到穿过来之后，可能因为他遇到的是00年的人，那个时候的高海明是非常单纯且相信爱情是真心的一个人。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个高海明，我觉得这个几率很小。为了爱情去放弃自己脚下的路，改变自己人生轨迹，是很危险的事情。如果你确定这是帮助你的，你没有这个爱情，你会整个人会疯掉的话，那你可以去坚持你的爱情。但如果说它影响了你的人生轨迹，也许让你堕落，或者说让你变得不好，变得多疑、敏感、自私、情绪化的话，那我觉得还是
还是放弃吧。林花儿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闺蜜嘛，朱梦梦，两个人的闺蜜情也是特别打动人。现实生活当中，你会跟什么样的人成为这种梦梦式的闺蜜？我的闺蜜也是从初一开始认识，一直到现在的10几年，是一个到现在看上去还像一个小学生的一个女生。我感觉啊，不是老说那个闺蜜说让我不要打扮得像小学生一样的出门，她就会什么毛绒的帽子啊、双肩背、很可爱的一些小吊饰啊，很像小孩。昨天我说我们去吃饭，我开车去接你，她说你开车哇像个大人一样。我当时就想，哦，确实，就是她现在还是像一个小孩一样。我觉得她是内心很单纯，然后她是真的是为我着想。就如果说我失恋了，她会比我更难过的那种人，抱着你哭的那种。对，是这样子的。朋友之间有没有哪条底线是你觉得不能触碰的？我觉得就是撒谎吧，不真诚的人肯定不行，就是你不能骗我呀。看到你们有一些藏爱家族杀马特的造型吗？在拍千禧年这个故事线的时候，有没有哪些古早的记忆被唤醒？那个溜冰场就还挺古早的，是不是？溜冰场，然后碰车那些都是，就是游乐园拍什么大头贴哦，拍大头贴，那不就杀马特不就是大头贴吗？对，还挺多，体验了一些千禧年的几件套吧。如果故事最后林花回到2025年，跟这个世界的高海明重逢，你觉得他们的未来生活会是什么样？等会儿几年的，25年。欢儿跟25年的高海明吗？对，从00年一直长到25年的吗？那他年龄可能偏大，我觉得。那就是穿越过来的。穿越过来的。OK。那我觉得得体验了。高海明就得先让花儿带着他体验一波这个2025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。但是不能让他上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会看进去，就没有时间陪林花儿了。每天就是沉迷于这个刷手机，网络世界，对，是吧？网络世界太有意思了，是啊，一直沉迷。因为确实啊，1999年那时候网络不是那么发达嘛。如果有一天你们醒来发现自己也像林花儿一样就穿书了，你们希望自己穿到什么样的世界，成为什么样的人物？我想穿到这个玄幻小说的世界，有点什么奇异的修仙，对，修仙一下，对。那很辛苦哦。以我这个聪明才智，肯定是最后变成。你得是那个斗罗大陆唐三那种，一出生你就是已经是带着那个修为。哦，是吗？我肯定是高手。海绵宝宝吧？啊，我是其中一个那个吃汉堡的鱼顾客。我是蟹老板。不想当海绵宝宝里的主线人物，就是吃汉堡的那些鱼其中的一个。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挺有意思的。想当一个 NPC。星光大赏的名场面也上了热搜嘛，3个人一起热聊。如果下次有活动再遇到类似的座位安排，语文老师会不会拉着星星老师一起加入你们？我其实一直在聊。我其实也有加入的啊，我不是，他只是话少，但不代表他那个没聊。我没参与，我们都很熟，所以就也不是说把我排到外，对，没有说略过他聊天，只是因为我们要说悄悄话，所以我们得近点说，对，所以才在他前面说的。很多网友调侃说，星星老师被闺蜜夹击的男主嘛。如果说我们带入剧里的角色，梨花跟朱梦梦一起聊天，然后高海明在中间。高海明的性格不会这样的。那高海明会什么样的反应？直接走啊！你们先聊啊，然后上个洗手间。对，那是不熟的阶段的高海明。也是啊。对啊，熟了之后怎么？熟了之后呢？就是拉着林花一起走。那不可能啊，也不可能，那是你闺蜜啊。有道理，对吧？所以你只能在，所以我只能先走。你走了我会不高兴的呀。那就不走。对，结果还是一样。还是一样，很难。这次一起合作，片场的氛围怎么样？挺欢乐的。一般走戏的时候，大家就聊这戏的时候，就会先哈哈哈哈，先玩起来，先玩起来，对。然后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，然后就加进去。这个行，然后就放在里面。会有一些很即兴的东西是吗？很多。那现场的话，谁是话痨担当？你也有回应。如果就是说我一直说，然后你不回应的话，我怎么可能一直说？那是话痨嘛，所以你说话会比我说话多。他老说他想把我毒哑。我没有啊，我没这么说。他说的话比较多一些，因为我本来话就不是那么多，但我会回，句句有回应。句句有回应，但很多不理解，但反正回了嘛。反正尊重。你就说回没回嘛？回了。大家现场都会聊什么话题比较多？比如这段戏怎么去加一些好玩的呀，或者怎么让它更合理，会比较多一点。你先来吧。1到100之间。99。1到99。55。1到55。
15，20，20到25。哦， 22。这都没选中啊！ 20到22。你看，因为我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逻辑，所以我说我玩过。为什么是21啊？我随机选的，这是这个就是炸弹。智商， 5个优点。没办法，天赋，天赋也算优点哦。 5个优点。这个也需要众筹吗？亲爱的网友们，请帮我想陈星旭5个优点，可以吗？我实在是想不出来呢。好了，其实优点很多了，我能说800个。那你说800个。首先，聪明， OK，是不是？承认 OK， 承认吧？这很大面了都。对，承认。帅气，可以吗？承认。有才华，不承认。承认。有品味，承认。哎，好难呐。快点，还有一个。其实我脑子有很多词儿，但我不甘心，我不想夸他，就是这种。还有一个。温柔。温柔可以。语文老师要复仇吗？如果星旭老师说他再说你5个优点。来吧，快。这是对他的奖励。快，我们还能再玩一局。你先来。50到100。65。50到65。58。50到58。57。50到57。53。53到57。53到57。55。哎，5个，来吧。我跟你说，这是要算的。这跟先后顺序有关，我不能先说。没有，刚才是我先说的哦。刚刚是我先说的。不是，上一把是我先说的。上一把也是我先说的。不是，上一把是我先说的。都是我先说的。换，来，再来一把。55。0到55。40。0到40。10。0到10。哎，来吧。5。0到5。4。0到4。2。不能选中间。5个优点是吧？快点。你很绅士，哎，可以。你很善良，你很可爱，身材很好。可以。OK。哎，怎么感觉是4个？ 5个。哦，有5个了。